寻得了八字相合的娘子。可怜的儿啊！ 你们扰我安宁，挖我尸身，还想让我去服侍你们的死鬼儿子，不怕我半夜来找你们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做死人的生意，你们又那么舍不得儿子，不如…… 一起下去陪着吧。有影子，他是人不是鬼。你是人不是鬼。我倒希望我真的是鬼。郭瑞林，洪卢清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你是福昌县主。今日是内问。 李佩仪，西京城未婚女子尸体被偷的案子接连不断，盗墓的小贼是抓了不少，这背后的大鬼藏得太深，实在是难抓。你们连官家贵女的尸体都敢偷，还真是嚣张呀！堂堂洪卢清勾结宵小。 盗取女子尸体，违律私结阴婚。郭瑞林，你认罪吗？跟你认罪容易，只是这官家断案，也得讲人证物证吧？敢问县主，你拿什么定我的罪？你私盗谢巧莲的尸体。县主，你在说笑吧？这哪里有谢巧莲的尸体？原来如此。物证我没有，人证只我一个。看来洪卢清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了。这都是你逼的我，给我上！ 洪卢清，你老糊涂了，忘了我不光办案厉害，功夫也不错。县主不老，却也糊涂了。 想必是忘了自己为了假死吃了避虚丹，醒来之后若行动剧烈，必会自损气血。看来我今日运气不好。不过洪卢清要不要再好好想想？毕竟杀死一个县主，不是小事。我也不想惹出这种事端，怪就怪你太聪明，太自负。 既然玩，当然要玩大一点才过瘾。来，既然县主想玩大一点儿，我便成全你。死人下葬有何乐趣？生讯
那才过瘾。侯如清，我做鬼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。有什么法子能镇住他的魂魄，不让他再来作祟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活人下葬，怨气太重，要用这桃木钉钉住身体，保你死后安安分分。县主已经进去快半个时辰了。糟了，出事了！去外宅。跟上。救人第一专项。就是。什么都没有。走。那可是福昌县主，万一有人找来，夫人别怕，你我二人饱受丧子之痛。近日都抱恙，未曾出门。那福昌县主与我们有何干系？可那位已经追到我们郭家墓园了。那又如何？墓园之中并无人在，外宅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至于他的尸首，永远别想被找到。想说什么？快点说吧。既然李成、阿翁、阿姑等我好生孝敬你们，盖棺，盖棺！快！夫人别怕，哈哈，那短命鬼此时大概已经过了奈何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阿翁、阿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郭府上下已经被内业局控制了，彭如清，你无路可走。县主，县主，你定我4根桃木钉，我还你4件，不过分吧？你果然明英。当年北面满门，你都能够侥幸逃脱，如今被活埋在棺材里，你还是死不了。走。
主，县主，县主。咱们红炉清到现在都不知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名。我当然知道私配阴婚奈何不了你，可如今你的罪名是谋害本县主我，你猜圣上会如何处置你？你是故意落在我手中，故意被我活埋呀！县主亲口服下的碧溪丹，怎么会忘？啊！县主，若15公主和亲之事，老臣能够回选，是不是就可以活命啊？压下去！县主啊！县主！15公主和亲之时，恐怕真的没办法了。去查查那回纥王子。是。县主，你又为了查案子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值得吗？破了这么大案子，怎么不值？克星初5年，于玄霄之手，流指月余，其色青黑。记下。此项乃是大凶，苟非其任，不得语言。圣上早定下的规矩，关心者不可沾，不可断。大历13年上元节，回纥王子到京迎娶15公主。免礼平身。有旨，汉图记载，藩国事亲，回纥莫议，请好日笃。我朝嘉之，愿结秦晋之好，永为前使，率同旧章。公主李氏性秉温婉，德行良顺，6行克招4。好漂亮的匕首，送给你的。之前教你的还记得吗？嗯。那小子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往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扎，他只会疼，不会死。嗯。胡生，战后神志受损。受惊后嚎叫、抽搐，一生幻想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，有伤人倾向。快！
上芒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你这医馆！烧了这医馆！你不妨试试。胡说，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那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鱼跃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无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。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。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战鹿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万5千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阙郑元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哦，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都粮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了盲沟贱民，还是双生兄弟打得有看头，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贱籍，分得田地。叶新一，我是正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
到府上做客。叶心怡，郑补缺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心怡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师爷怎么能坐到左不缺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？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，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心西北，赤壁长。
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郑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在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
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，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些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不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沟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。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，打听到了，打听到了。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不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不缺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
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战鹿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缺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阿娘，阿姨，少晨，阿姨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阙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思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亥初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亥正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医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补阙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
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思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审不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思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李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正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正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源，估计下场跟着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司城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且看。怎么样，丹心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正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源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源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郑源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源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源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我按计划变换身份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！我这替罪羊办得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1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源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源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无昨不缺郑源，举告户部郎中度量，贪墨军饷5000两。吾若身死，必视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郑公乃昨不缺，有执剑之权，
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正宫试探。正宫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玄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。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闲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。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好。